英国政府周一宣布，由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率领的编队将于5月启程，奔赴印太地区进行首次的作战部署。英国国防大臣特别强调，这次任务旨在向世界证明英国没有倒退，而是在继续前进。英国在完成脱欧后，正式开始践行其所谓全球化英国的战略，但为何首先祭出的却是过时的炮舰外交策略？来看报道。据英国媒体报道，在28周的部署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母战斗群航行超过2.6万海里，从地中海到红海，从亚丁湾到阿拉伯海，从印度洋到菲律宾海，预计将访问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参与70多项任务。例如，在地中海与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共同航行，与印度军队在印度洋进行一系列演习。英国国防部称，这将是英国当代最大规模的海空武装海外派遣行动。作为编队的核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是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一艘航母，造价30亿英镑。此次将有8架 F-35B 战机随行。除航母外，编队还包括2艘45型驱逐舰卫士号和钻石号，2艘23型护卫舰肯特号和里士满号，1艘维多利亚堡级综合补给舰，1艘潮汐级油料补给舰，以及1艘配备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航母的带刀护卫作为英国海上力量的代表，45型驱逐舰是英国皇家海军战后建造的最大水面舰艇。由于结合了许多先进技术的应用，因而被称为欧洲第一舰，同时又因为独特的雷达造型，被戏称为顶个球驱逐舰。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和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使45型驱逐舰具备了卓越的性能，特别是由英国自主研发的桑普森 3D 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为400公里，可以跟踪1000个空中目标。它的总体性能与美国宙斯盾系统使用的 Spy ED 雷达相当，甚至在滤除杂波干扰方面超过了美国宙斯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之一。结合防空系统，45型驱逐舰拥有欧洲最强的防空能力。然而，受限于经费与国力，导致45型驱逐舰的舰体规模与火力都与最初的雄心壮志有差落，限制了桑普森雷达与战斗系统的潜能发挥。而一再删减的国防预算也导致45型驱逐舰的产量缩水，从最初预算建造12艘砍道只剩1半服役。45型驱逐舰设计满载排水量8000吨，因财政预算问题，实际配置从轻从简，实际满载排水量只有7350吨，与中国海军052D 导弹驱逐舰相当，但其48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不及052D 的64单元，更不及美日宙斯盾驱逐舰的96单元，而且仅能发射2型紫苑防空导弹，与中美俄驱逐舰可通过垂直发射系统实施防空、反潜和对陆攻击等多任务形成差距。即便如此，英国海军此次由7艘水面舰艇和1艘核潜艇构成的航母编队，仍可称得上是掏出了全副家底。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英国目前虽然有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但目前仅伊丽莎白女王号能够机动，而且并未完全形成战斗力。8架 F-35B 仅是其满编状态的1/3，2艘45型驱逐舰和2艘23型护卫舰，再加上1艘机敏级攻击核潜艇，也占用其海军的大部分机动力量。因为他在脱欧之后呢，和欧盟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远，美国呢又没有给他强力的支持，这让英国呢感觉到很尴尬，所以呢他自己呢要去在经济还有呢其他方面呢更加活跃的印太地区来展现呢英国的这种能力。如果说这个印太地区他要抓不住的话，英国就没有未来。那么要展示呢英国的这种能力的话，那现在最快的、最有效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了英国的这种军事实力了。本月初，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访问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时就表示，派遣航母战斗群是英国巩固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举措。而在3月1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将一份题为《竞争时代中的全球化英国》的报告提交给议会下院。一方面重申英美关系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将加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报告称，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并强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该地区的长期部署计划。此外，英国也会尽快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不过，向印太倾斜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些质疑。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英国没有认识到自己和美国的不平等，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力量相对不足，而且地理位置遥远。卫报指出，报告写得好像欧盟根本不存在一样。英国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可以是补充，但不是代替。即使英国最终加入了 CPTPP， 千里之外的国家也不太可能完全弥补英国与欧盟贸易的崩溃。石红认为，英国这份向印太倾斜的战略意愿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单从此次公布的航母编队首次印太部署的行程就可以看出，既有日本、韩国这样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印度、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拓展利益版图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英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有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因素，但并没有从属和附庸关系。美国需要的是盟友对他的配合，而不是呢在逐渐成为另一个主导。英国现在实际上也很聪明，他在这点上不断的表面上在强调呢，我要去跟随美国，我要去配合美国的战略。其实呢，他最终目的呢还是要扩展自己的在印太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最终呢要给英国呢捞这种更多的这种利益。在这份114页的竞争时代中的全球化英国报告中，中国被提到27次，并被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报告着重提到，英国需要提升应对中国系统性挑战的能力。它所定义的中国挑战涵盖安全、经济繁荣以及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那些指向英国盟友和伙伴的。声称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最大的国家型威胁，也充满对抗意味。但报告也提出，我们需要继续寻求与中国积极的贸易投资关系，同时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得到保护。我们还将和中国就解决国际间挑战展开合作，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约翰逊就报告对议员发表讲话时称，尽管中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巨大挑战，但英国将在符合价值观与利益的条件下与中国展开合作。他强调，毕竟我们和中国有着价值约810亿英镑的贸易联系。他还说，那些赞成与中国展开新冷战的人错了，不应对中国采取冷战思维。尽管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充满矛盾，带有比较强的模糊性和投机性，但就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即将展开的印太部署来看，尽管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宣称是去挑战那些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但并没有指名道姓。而且相较于2年前，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明确表示要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南海，此次英方则重点强调印太地区。此外，英国《每日电讯报》还称，接下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行经南海驶向日本的时候，将取道东海，而不会穿航台湾海峡，避免触怒中国。如果他不通过的，那显然呢表明他没有特别强的对华的这种遏制和对抗的这种态度在里边。那么这一点来说，从目前就是本·华莱士就是英国国防大臣的表态的情况来看，他也没有提及这个过台湾海峡，甚至都没有提到要在南海，他一直呢强调在菲律宾海这一带。事实上，如果英国是要学美国来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搅浑水，相信本地区国家也不会答应。周一，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分别在河内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阮富仲说，双方要在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阮春福说，越方也将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中越关系的图谋，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魏凤和说，在南海问题上，中越要着眼大局和长远，管控好分歧矛盾，谋划好海上合作，坚决抵制域外大国插手搅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宁。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健你好，那么英国航母编队下月要来远东部署，而且大概率穿越南海。那么吴健，您对此怎么来看？那么英国搅局亚太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英国航母不远万里到远东，特别是南海活动，实际是狐假虎威的军事秀，是配合美国搞航行自由宣示，显示政治站队。个中的要义呢，是英国希望同美国抱团取暖，获得经济、技术乃至外交的支持。英国配合美国搞大国竞争，派航母去亚太，让那儿相信英国回来了，然后呢，去接纳英国，从而让英国在亚太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其实是拿旧船票去做新轮船，
心很大，可命未必好。为什么呢？还是回到航母事情本身吧。我给大家摆摆龙门阵。要来的英国航母叫伊丽莎白女王，从07年开建至今，已经超支快20亿英镑。因为疫情和经济萎缩，连凑齐标准编制的 F-35B 舰载机都不行。这一回呢，他都要请美国陆战队的一个 F-35B 中队上舰，摆出一副亏明甲亮的样子给人看。事实上，英国早已无法维系大洋海军的气派，整个航母赴远东的进程实际采取共享共用的方式。英国的国防部就宣布过，接下去伊丽莎白女王航母将频繁搭载别国的 F-35B， 并广泛参加英国防务之外的行动。而这样做呢，绝非慈善，而是外军共享的同时要掏养船的钱。要知道，自从新航母服役，就频传事故，影响出动，而这些维修的开销呢，将通过引入外军的资金来弥补。你说，这种小算盘打到别人头上的全球化不列颠，到底是让人敬畏呢，还是让人唏嘘？那么，当域外国家试图搅浑水之际，中国与南海方向的当事国家呢，却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越南政府和军队领导层就明确表示，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越中关系的图谋，永不跟着别国反华。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我们知道，中越在南海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又都秉承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精神，管控分歧，增进互信。特别是两国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结下深厚友谊。即便美国利用印太战略布局，积极笼络越南，试图把它打造成遏制中国的重要非盟国伙伴，但至少从越南本身去看，可以发现他明白盲目选边站队的危害，以及美国从未放弃对越政治企图。该有的理智，该有的立场，在关键时刻必须说出来，讲清楚。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理解，越南这些年没有过分追随美国炒热南海话题，同时呢，加强同中国的党际、军际交往，体现出他们重视辩证的去寻找可供交往运用的合作伙伴，同时呢，又科学理性的去确认斗争的对象，从而使自身的有限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可以说，如此强调立事实谋的越南，其实代表了南海主要当事国的普遍心态。只要我们把握好军事和外交的复合因素，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让这片海域保持稳定，实现互利共赢。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下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